9月3号。库尔斯克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不远。9月1号，乌克兰对莫斯科等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还进行了它本国生产的导弹的试射。那么，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能力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的地面部队，他想要长驱直入到俄罗斯的这个领土纵深里面，我觉得对他来讲，当前能力来讲，这还是一个比较大挑战，因为他基本上现在都是要依托自己乌克兰的大后方，比如说在库尔斯克地区，提供一个良好的、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这个后勤能力。但是从这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空袭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纵深地区，包括莫斯科周边的，我们说这个能源基础设施这件事情来讲，我们说至少暴露了2个问题。那么就第一个呢，就是说，乌克兰它基于当前的它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还有它的战术，它已经有能力，就是说找到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一些漏洞，或者说它的一些薄弱点，并且能够突破这种漏洞。那第二个呢，就是打击你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因为他知道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它能源生产化石能源生产，包括它的这个电力系统，对于俄罗斯当前的，不管是它获取外汇也好，是吧？还有它的这个能源经济也好，这是至关重要的。对。那么我一个很小的无人机，我如果能够突破你的这个防空体系，能够钻入到你的这个比如说炼油厂大的这种变电站里面，我能对你进行这个突袭或者说破袭对你造成这个损伤。那么乌克兰它目前的这个目标就是我要去削弱这个俄罗斯这方面的这个能力。除了动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目标，乌军正寻求用包括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内的西方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Я звертаюся до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Великої Британії, Франції та Німеччини. Нам потрібні можливості реально і повністю захищати Україну та українців. Нам потрібні і дозволи на далекобійність, і ваші далекобійні снаряди та ракети. Не можна відкладати життєво важливі. 当地时间承认该局正在与乌克兰进行接触，讨论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州的行动，包括建设防御工事以及谋求在俄罗斯领土的固守事宜等等。那为什么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时候站出来亮明了自己？在接下来他又将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是中情局的负责人出来表态？我觉得这个耐人寻味啊。如果是直接的、单纯的军事援助，我想这个事情更多的应该是由美国的国防部甚至是美国的国务院来表态。实际上，这次我想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采取的行动更像是一场特种作战。换句话说，它和情报、和信息和这个对当地的渗透，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现在在战事逐渐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逐渐的是坐不住了啊，开始公开的要介入乌军呢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美国呢还是作为所谓西方世界老大，他还是想维护他的所谓的信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美国方面呢就急于想要支招啊，想要这个来拉这个乌克兰一把。那怎么拉呢？我想在所谓的这个军事上，在这个指挥上，甚至在一些具体的信息情报上，提供更直接的帮助。王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他最近呢对乌克兰说：“我可以给你提供数十万份卫星图像，用于你进攻库尔斯克州。”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它的这个关于情报领域，它实际上是分得很细的。地理空间情报，它实际上呢一直是这个由这个地理空间情报局它在做，它主要实际上就负责的是这个遥感啊，我们说这个卫星啊，高空图像。目前能够窥探俄罗斯联邦境内领土上的一些详细的地理空间情报的，那现在呢，把这份情报给乌克兰，相当于一份相对来讲比较低廉的、成本可控的一份赠礼啊，能够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一种态度、一种支持。美国它已经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明显的能够表现出它在这个库尔斯克战役上这个立场，那就是它更加的希望乌克兰能够据守库尔斯克的控制区域，那么为未来可能这个迫不得已的这种谈判或者说博弈，提供一个支持。乌方呢已经向美方提交了所谓的武器清单，其实欧洲国家正在看美国的眼色。崔老师有关注到相关的这个进展情况吗？欧洲方面前2天开了一次会啊，对吧？他的外长会和防长会其实就是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在欧盟层面形成一个一致立场，就是要求放开对乌克兰援助武器的使用范围。但我们看到这个会议的结果呢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最后呢结论呢是欧盟说这个问题呢只能是各家负责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你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来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欧洲内部的情况复杂性在于有些国家呢它的立场比较明确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国家，像波兰，包括现在已经给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的，像这个荷兰和丹麦这些国家，他们是倾向于说尽量放开限制，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认为才能够把提供武器的这个效力发挥到最大。而且对这些国家来说呢，他们实际上是担心，如果说现在还是对乌克兰束手束脚，那很可能会导致乌克兰最终呢在战场上输掉这场冲突。所以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两难的情况。俄罗斯方面已经提出警告了，不要玩火。是的一旦美西方要是松了这个口了，这个战局会如何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9月2号，副外长这个声称要修改俄罗斯核武器使用的规则。那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核武器使用的规则是2020年普京总统提出来的。他这样的一个使用规则是受到了外方核打击或者是这种战略性武器对于重要这个目标进行打击之后，俄方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但是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修改，这个副外长指出，俄罗斯这个核武器是一个活的工具，就是要在美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武器放松限制的过程当中进行一种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威慑。他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个美国可能要放开限制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用核武器先发制人。自8月24号被法国方面逮捕后被法国检方指控以来，社交平台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的动向引人关注。截至今年7月，电报在全球拥有9.5亿月活跃用户，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通讯平台之一。相比其他社交媒体，电报支持多达20万人的群组，并提供端到端加密的通讯服务。正因为相对私密的空间，法国以电报的加密技术以及对内容的管理不善，可能为恐怖主义、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为由，对杜罗夫进行逮捕。不过，由于杜罗夫出生于俄罗斯，还有着“俄版扎克伯格”的绰号，电报正在俄乌战场上被俄军广泛使用。
杜罗夫被捕事件似乎成为了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博弈的工具。究竟杜罗夫被捕，谁是幕后的主使，又会否影响俄乌战局？攻击电报因其加密技术和保密性而闻名。有分析指出，随着杜罗夫被捕，西方情报机构可能会获得电报的关键加密密钥。如果他被迫服从法国情报机构的命令，电报可能会就此成为北约的工具。这不仅对俄罗斯构成打击，也将使俄乌冲突更加复杂化。有消息指，一些俄安全机构、俄总统府和政府的雇员、俄国防部的高级雇员以及一些大商人已经收到俄当局指示，要求其删除在电报上的公文往来。实际上，电报的加密技术和高保密性早就被西方政府盯上。2017年，杜罗夫公开表示，电报团队2016年访美期间，美国情报机构曾2次试图贿赂开发人员，试图削弱平台加密功能。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是在机场和其他地方向杜罗夫施压，要求电报为美国安装一个可以访问平台系统和数据库的后门，但是杜罗夫明确拒绝。The last time I was in the US, I brought an engineer that is working for Telegram, and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secretly hire my engineer behind my back by cybersecurity officers or agents, wherever they are called. They were curious to learn which open source libraries are integrated to the Telegram's app, on the client side, and they were trying to persuade him to use certain open source tools that he would then integrate into the Telegram's code that, in my understanding, would serve as backdoor.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2018年邀请杜罗夫共进午餐，想让他将电报总部搬到巴黎，遭到杜罗夫拒绝。杜罗夫强调，电报是中立平台，不受地缘政治影响。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多位高层近日频频发声，认为杜罗夫被捕背后有政治动机，或是西方为了获取电报用户资料。更有人直指幕后主使就是美国。Ш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охотятся за Дуровым, Дуров об этом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 и говорил. To my knowledge, I don't think the French have a system in place where they have to go request a wiretap authority from a judge in order to listen into someone's conversation. In fact, I think that restriction may only apply to the United States. 对于出于政治动机拘捕杜罗夫的怀疑，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回应称，在杜罗夫被捕后，出现了不少有关法国的虚假信息。他指出，这绝不是一个政治决定。法国8月28号宣布对社交媒体平台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启动正式调查。杜罗夫的被捕这个事件会对俄乌双方获取战场情报产生什么影响？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杜罗夫被捕事件啊，可以看出来，现在
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已经外溢到其他的很多领域。西方呢，想要通过这个行动啊，来影响甚至是进一步控制电报平台，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呢，可以首先确保他们自身的信息和情报不外流，同时呢，如果开了后门，那可能会从俄罗斯方面呢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那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情报和认知战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平衡态势。俄军对于电报这样一个信息平台啊，依赖度到底有多大？很多俄罗斯的一些作战人员、作战士兵，经常就会拿着手机，然后就是现打现拍，把一些战场的情况，然后传到这个电报平台上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叫军事情报局，这2个部门对于这个电报的加密信息啊、阅后自焚呐，就它这个社交媒体端它特有的这种属性，实际上依赖度很强。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什么呢？西方的反间谍部门，它的一些反情报渗透的部门，就算他抓住某一个俄罗斯人可能是有间谍的嫌疑，你很难去抓住他的证据。但是呢，对于他自己这个情报流向俄罗斯，这是更主要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矛盾。所以呢，他就是说现在是要么就驯化你，就是我通过逮捕杜罗夫，然后呢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通过能不能其他的方式我去改造，让你这个 Telegram 能够更加符合我的利益。更加符合我的需求。一旦这个加密密钥被西方掌握、被它破解的话，会对俄罗斯方面造成什么麻烦？我们都说整个的战场上更多的是用弹药，那我们在线上的这种战场上，更多的电报是起到了这种线上弹药的作用。那么一旦俄罗斯在数据存储方面被美西方利用密钥进行攻破的话，那么俄罗斯在线上战场上，尤其是军官之间的这种情报部门的这种沟通的相关的军事通讯信息，则会被北约国家进行相关的解密以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电报系统在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包括了乌军和俄军通过电报系统来确保自己后方的这些补给，包括资金的补充、弹药的补充、装备的购买，将这个电报系统作为这种数据和相关情况的传输的工具。杜罗夫呢，日前是在法国被捕，在法国被指控啊。那你觉得这个背后，外界都在讨论到底有没有美国的影子？我想，显然美国方面肯定是对法方有所受益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国的这个情报系统，包括美国对他所谓盟国的影响力，我想在这个事件里面呢，都可能会有所体现。但是我想回到法国这一方面，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以什么样的方式采取行动，然后在和杜罗夫的这个所谓的施加影响的过程中，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想这里面呢，法国也有他很多自己的考虑。整个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其实就是想更换这个电报系统作为自己的一个战场上通讯的一个工具，其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电报系统太受这个北约国家，尤其美国的关注，背后更蕴含着整个美国对于情报信息掌握的、对俄罗斯战略掌握的这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信息战的背后，情报战的背后，都是大国博弈的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焦点，电报也不例外。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美国禁止俄罗斯油进口法案于5月中旬正式生效。欧盟6月发起第14轮对俄制裁，并且首次将俄天然气行业纳入到制裁之列。种种举措无疑是打算通过打击能源行业来重挫俄罗斯经济。为何说打击效果很有限？外界注意到，在俄乌战事焦灼、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有何外交动作，成效又有几何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根据俄罗斯财政部最新数据，上半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增长近41%，对财政贡献超出预期。有观察指出，一方面，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加速。西方国家减少的进口量正在被印度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填补。另一方面，俄罗斯打破了西方国家设定的上限。上半年，俄旗舰原油乌拉尔原油均价达每桶69.1美元，高于西方国家设定的每桶60美元的出口价格上限。
即便对俄制裁已经进行到第14轮，但让西方舆论大跌眼镜的是，欧盟并未减少对俄天然气的需求量。事实上，过去2年，东欧国家一直通过一条穿越乌克兰的管道接收俄天然气。根据现行俄乌天然气管道过境协议，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运送约每年150亿立方米天然气，主要运往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今年以来，在奥地利，俄罗斯天然气已经连续5个月满足该国80%以上的消费量。同时，不少欧洲国家还在通过船运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鉴于这份过境协议将于年底到期，并且俄罗斯释放出延期意愿，欧盟时下正在与乌克兰协商如何延长这份过境协议。欧盟表示，可以在没有任何重大安全风险的情况下承受终结俄天然气经乌克兰过境的供应，但欧盟成员国并不这样认为，并担心能源危机会重新上演，强调为俄乌过境协议续命势在必行。冲突它会已经是长期化了啊，就消耗战，那么乌克兰也是需要这部分过境费用的。我觉得它还会续钱的，它可以缩短过境的时间，或者是调整过境的方向。9月3号，普京访问蒙古国，并出席1939年哈勒星河战役胜利85周年纪念活动。引人关注的是，蒙古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普京此行是自去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以来，他首次抵达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不过，克里姆林宫日前回应称，俄盟已商定所有细节，普京总统并不担心被捕，我们两国关系很好。有数据显示，蒙古国95%的石油产品来自俄罗斯，占蒙古国所有进口的35%。而蒙古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由煤炭、铜和黄金等原材料销售推动，它高度依赖于俄罗斯的燃料，以实现货物运输。外界分析，俄盟中3国的西伯利亚2号管道是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调整的关键一环。这条管道一旦投入使用，就将取代被炸毁的北溪管道，成为俄罗斯对外出口量最大的一条管道。外界关注到，在俄乌战事焦灼、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下，自新的总统任期开启以来，普京已对多国进行访问，超出去年全年总计出访的6国。有观察指出，和去年相比，俄罗斯今年的外交动作更频繁，向东转的幅度也比较大，这是俄方打破西方外交围堵的重要举措。9月3号至6号，第9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东方经济论坛已成为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之一。普京此前宣布，发展远东是整个21世纪俄国家优先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李永慧受邀参加了会议。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企业家们穿梭在各个分会场，远东各个州的州长以及各个州政府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官员都来到了论坛的现场，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和国际伙伴都在密切的洽谈和磋商。俄罗斯2024年第9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3号起在俄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今年的论坛主题是远东2030，共同努力创造机会。那么今年俄罗斯想借助这样一个论坛、这样一个平台，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我觉得这次这个东方经济论坛，尤其是普京总统还要亲自出席，实际上就是想透露出信息。第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总体呢是稳定的啊，俄罗斯国内的总体的状况，包括它的经济发展，它的一些政策目标的实现，是不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和干扰的。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尽量的想保持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平衡。再联系到我们看最近一段时期，这个普京总统的一些出访的方向也能看出来啊，就是亚太地区啊，未来呢显然会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我想这次东方经济论坛啊，它的目的呢是一个经济搭台、政治和外交唱戏的这么一个场合。孙先生对今年东方经济论坛商务活动几个板块的这个关键词的把握有什么样的观察？那我记得去年是第一次出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那么今年是再一次的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列入到这个议题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普京总统除了把经济放
到了重中之重，还将整个的意识形态管理作为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必修课和必选题。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一只双头鹰啊，近年来在加速推进向东转的过程，刚刚访问了蒙古国。外界分析，这一次其实谈这个西伯利亚2号油气合作，这是一个重中之重。您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手里可能最管用的，能够和外界进行一个相对平等交换的，也就是能源了。对，我觉得俄方其实也要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在这个形势，因为毕竟亚太地区现在总体仍然是保持着一个和平发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相对于欧洲地区来说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呢，我想亚太国家，我们当然要和俄罗斯和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有相互需求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但同时呢，我们也要防止任何的地缘政治因素从其他地区呢渗透到亚太地区。比如说，我们既要反对美国和北约搞所谓的亚洲化，对，但同时呢，我们也要警惕比如说俄乌冲突这样的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一些局部。其实我们现在希望看到的是，俄罗斯向亚太地区进行经济转向的需求在提高，但这个提高呢，应该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而不应该是一种完全救急式的这样一种合作。目光要放得更长远一些。